那今天的话，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程序开发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比较轻松也比较方便的方法。对，开发小程序需要哪些基本的技能？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就是先学会前端三件套 HTML、CSS、JS， 会开发网页之后，再去开发小程序，可能会简单很多。如果学会 Vue 或者 React 的开发框架，再去开发小程序，效率肯定是会比原生开发更高的。所以呢，我个人更推荐的是，就是走前端这个方向的同学就先把 Vue 或 React 学完，先会用框架开发网页，再去开发小程序，那你的这个学习的曲线会更平缓，那会更容易入门一些。因为小程序它的规则确实是会比网页开发要更多的那我们一般比较主流的开发方式是有两种一种是原生，那原生开发就是完全用某个平台小程序的开发语法，比如说微信的话，它就是什么 WXML， 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开发者，尤其是个人开发者来说，那这种方式它的这个开发效率就是不高的，所以不是很推荐大家用这种方式。那我们现在更多的呢是用这个小程序开发框架去开发。那比如说大家熟知的一些跨端开发框架，那什么叫跨端开发呢？就是说我们写一套代码，然后交给框架帮我们自动编译出在各个平台上都能很丝滑、很正常运行的小程序，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应用的形态。那比如说 APP， 那比如说 H5 网页等等，就是我不用针对不同的平台，每个平台我都要单独写一个新的项目。跨端开发它的一个优点是方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为了性能想要去自己定制开发，或者要定制某些人家框架没有提供的功能，那这种情况下就麻烦一些了。我们开发小程序又分为前端还有后端，那刚刚讲的这些什么跨端开发、原生语法，它更多的是在前端这个方向上。小程序的后端开发跟其他的网页端项目、客户端项目的后端开发都是类似的，所以说这里不打算过多的介绍。比如你用 Java 写用Go 语言那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可能小程序登录你需要去单独开发一下小程序平台提供的第三方接口，那这个可能需要额外的学习。那当然了，这个微信官方或者说一些小程序平台官方，它为了让你更快的开发这个小程序，可能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方式。那比如说微信云开发，它就会帮你提供一套数据库文件存储数据分析等等等等的环境。那这个云开发它能够帮助就是前端开发非常熟悉，但是后端不怎么了解的同学，快速的把这个后端给搭起来。更新的开发方式就是叫低代码开发。那你可以用这种拖拉拽的方式，那比如说腾讯云提供了微搭，那这个是入门成本最低的，但是它的定制化的成本就反而变高了。你如果啥都不会，又想快速有小程序，那就买，那就只能买了。大家觉得小程序这个应用形态它有什么优点呢？基于微信的生态，它是易于传播和分享的。第二个就是它不用让用户下载 APP， 对吧？打开快速这两个是我们做小程序可能最看重的一个点那这里就说一下，我们公司自己也在做产品嘛。那我们的代码小抄这个工具，它就是支持用小程序来快速分享的。我举个例子，这里分享，我们就有微信小程序分享，大家手机扫码立刻就能够打开这个小程序去使用。在我们开始正式写代码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小程序的开发流程。那如果我们要开发微信小程序，就要学会阅读官方的文档。官方文档里面它有那个详细的指引，比如说你要先了解小程序的开发规则，对吧？要去安装开发工具，那怎么去运行，怎么去编译浏览，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阅读一下点击这里安装开发者工具，点击进入下载页面，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版本，等待下载就好了。这个小程序开发界面分为3大部分准确的说分为4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一大堆的设置，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用来调试用的界面，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编辑器，你可以在小程序里直接写代码。那第4个呢就是调试工具，就是一个网页项目的调试工具，可以看到网络请求，看到网页源码，看到控制台信息。就小程序的开发体验和网页开发基本是一致的，都具有在线热更新、调试、版本兼容、打包上线等等的功能。小程序开发的痛点就是一些权限或者功能必须要企业号，但是它并不影响你学习。今天主要是以前端为主给大家分享怎么用 Taro 快速搭建小程序开发项目的模板。Taro 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小程序跨端开发框架。
我们用什么框架开发？首先就是去网上搜教程嘛。但是如果你比较有经验的话，就不用搜教程了，直接去上手看它的官方文档，这个效率是更高的。点击快速开始就能看到它官方教你怎么样去把这个项目初始化好。你看 Tiro 它能够直接写一套代码转换到任意的平台，这就是为什么推荐用它嘛。那我们再往下，好，它支持 React、Vue 等等的框架。那如果你学过这些前端框架，你要去使用 Tiro 开发小程序就非常的方便。我们注意3的文档啊。首先，这个 Tiro 项目它基于 Node， 所以我们的系统里一定要有 Node 的环境。首先，我们要用 npm 这样一个软件包管理器来安装一个这个 Tiro 的项目创建工具。我们按 Windows 键+打开这个终端，然后粘贴这行命令，执行。稍等它安装吧。安装完成。我们按照官方文档的操作执行 Tiro init 啊，随便起一个项目名称，但是一定要是英文的啊。好，初始化。项目介绍随便写吧。选择框架 React， 是否要用 TS？ 要用。是否要用 CSS 预处理器？那什么是 CSS 预处理器呢？就是说能够帮你提供一些原生 CSS 之外的更高级的语法，提高你写 CSS 的效率。然后选择编译工具，选最新的就好了。选择包管理，这里为了照顾入门的同学，选择 npm。然后再往下，我们这里选择模板源就选国内的比较快的，这个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模板，比如说默认模板啊，这个 Redux 状态管理模板，使用某种组件库的模板，使用 hooks 的模板。那如果你使用微信云开发作为后端的话，选择这个模板。我还是给大家演示比较通用的，我们就用这个基于 Tiro UI 的模板，它会自动帮助我们整合一个组件库，来选择它。虽然说什么安装依赖失败了，但是大家不要怕，它帮我们安装依赖失败了，那我们就自己安装不就好了？打开自己的开发工具，我们打开 MyApp， 我们刚刚创建出来的项目。这里呢，我们首先要安装依赖，我们进入到终端，输入 npm install 就能安装依赖了。安装完依赖之后，我们要先验证一下，通过 Tiro 脚手架创建出来的这个项目代码能不能跑。我们进入 package.json 这个文件，找到这样2行命令。第一个命令是 build vapp， 它的作用就是你在发布小程序的时候，它能帮你打包。但如果你现在是本地开发阶段，对吧？你可能要不断的改代码，不断的去调试。那我推荐大家用第2个命令，叫 dev-vapp。那这里有一个 watch 监听的参数，它的作用就是你这边改完代码，然后在小程序开发工具里就能看到最新的效果了。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属于一个开发阶段，对不对？那我们就运行这个 dev-vapp 的命令来运行。我们可以看到项目正常运行，就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首先以游客模式登录，先最快的验证一下我们的项目能否正常运行，点击添加。这里我们就打开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项目的目录，根目录啊。当然，如果我们要正式去搞一个上线的小程序，你首先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去注册小程序账号，然后根据平台给你分配的这个 APP ID 把它填写进来，然后你才能够去启用像云开发这种功能，然后也才能够正式的发布上线。然后确定项目已经运行起来了，这说明 Tiro 脚手架为我们创建的项目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试着去改一改代码。大家看 Tiro UI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件库啊。组件库是一个啥东西？想要去给界面添加一些好看的元素，你不需要自己去写每一行代码，你可以直接去用别人给你开发好的这种组件，你可能用这样1行代码就能够开发出这样一个很美观的样式。推荐选择一个和 Tiro 官方框架兼容的组件库，要不然可能会出现跨端之后样式丢失的问题。那比如说 Tiro UI， 那还有这个就是叫 Not UI。Tiro UI 是官方自家做的，所以是最推荐的，兼容性最好。怎么使用组件库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其实如果说你不用 Tiro UI 模板的话，你是需要自己去整合的。但是现在我们用了现成的模板，别人帮你整合好了，我们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使用组件。那举个例子，我们就加一个按钮，那就先在文档里面搜，按 Ctrl+F， 对吧？搜按钮，搜到了，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然后再去看这个文档，看一下右边它有一个演示，对不对？我们从中找到自己最想要的按钮的样式，比如说这个主操作按钮，那我们就找就是和右边的样式最匹配的这段代码，比如说这个吧。接下来就开始修改代码。首先这个 src 就是我们主要编写的代码，这里有一个叫 app.config.ts 里，就每当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页面，都要在 pages 里去添加一个新的页面的路由。这个 Tiro 框架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页面的路由，就想象成我们的网址，然后去找到 pages 目录下对应的这个文件，比如说 pages index， 它会去找 pages index， 找到这个文件，再去加载到对应的页面。我们新增一个页面，
我们就叫 pages， 叫坤 index。我们回到小程序，发现它报错了。大家遇到报错一定不要慌，一定要完整阅读这个报错信息。他说了，我找不到这个页面对应的文件，对不对？那这里我们就创建一个文件，我们复制这个 index 目录，创建，我们把名称改成坤，就和这个我们写的页面地址完全一致啊。来，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地址的位置来决定进入小程序时首先打开哪个页面。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坤 index 放最前面，哎，大家看是不是加载出来了？我们进入到这个 index.ts， 这是 React 的语法啊。来，我们进入这个页面，我们粘贴章复制的组件代码。这里我们把按钮文案改成叫鸡叫按钮，我没有点什么重新编译、重启之类的，对不对？你会发现这按钮是不是加上去了？那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引用的组件库也生效了。那大家之后如果要开发页面，就按照我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流程。那最后，如果我们的小程序已经开发好了，我们要怎么做呢？这里首先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打包，进入这个 package.json 里。刚刚我们执行的是开发调试命令，现在我们要执行这个 build 命令。构建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目录下多了一个 dist， 这个 dist 目录就是我们最终要发布到微信小程序平台的代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开发工具，在右上角有一个详情，这边有一个叫修改 app ID。好，然后呢，我们点上传，每次发版都要有一个版本号的啊，比如 0.0.1， 然后给一个备注，然后点上传。好了，代码就会上传上去了。上传成功之后，你就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平台去设置发布版本，然后正式上线等等等等。大家如果遇到报错，可以多去微信开发者社区交流。那这是开发微信小程序的一个基本流程了。其实大家可能在开发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我这里就给大家抛砖引玉。比如说我们前端可能是不是还要向后端发送请求？那大家以前是怎么去写这个发请求的代码的？是不是要引入一个请求库，比如说 Ahrefs？ 但是微信小程序开发它和浏览器开发不太一样，它是不支持使用 Ahrefs 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呢？Tyro 官方也提供了这个请求的工具啊，可以多去读一读这个 Tyro 官方文档，你需要什么就找什么。我举个例子，是不是要发请求，对吧？搜一下请求就能找到 Tyro 是怎么发网络请求的，比如执行这个 Tyro.request 啊，但是我为什么我就不用这个 Tyro request 呢？其实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库，你能够根据后端文档快速生成前端的请求代码。我们传统的开发方式是每一个请求写一个发送请求的代码，但这种开发方式效率太低了。对，更推荐大家用这种更高效的开发方式，就是根据后端接口文档自动生成请求。这里有一个生成请求的库推荐给大家，叫 Umi.js OpenAPI。这个库非常简单啊，你只需要首先安装它，然后呢，我们在项目根目录下新建这样一个配置文件，你只要运行这样一行命令，就能根据你后端的Swagger 接口文档帮你生成前端的请求代码，但是它生成的请求代码是类似 Ahrefs 的语法，想要让它生成的请求代码也能在 Tyro 项目中正常运行，那你就可以用这个适配器库。那这里就是给大家抛砖引玉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网页开发是不是需要存储用户的登录信息？那同样的，小程序也有一个存储用户信息的方式，那比如说存储用户登录信息、全局状态管理。那这些需求，如果你之前没做过，你又想学，怎么办呢？有经验的程序员都会这么干啊，就去搜一下官方文档，打开 Tyro 的官方文档，直接搜一下存储，这里有很多什么数据的缓存，对吧？点进来 Tyro.set storage， 人家就告诉你了，你怎么去使用 Tyro 来存储前端的数据。那比如说我们小程序开发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典的需求，叫页面跳转？比如说我们搜跳转。哎，这里有一个路由功能跳转，你会发现其实就一行代码，我们就从这个坤页面跳到主页，好吧？来，我们找到这个坤页面的代码，这里我们给这个按钮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unclick， 这里是需要一点前端知识的，我们把刚刚粘的跳转代码粘过来 ，alt 加回车引入 Tyro 这个框架，我们再改一下要跳转到的页面地址，跳到主页，对吧？那就改成 index。保存，我刚刚打包了，我现在要重新编译一下。哎，出来了，点一下鸡叫按钮，哎，是不是跳到主页了？我还能返回。这个返回功能是小程序官方自带的导航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定制这个导航栏，但是只能定制这一块区域。你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需求，就多去阅读官方文档。
这个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所以大家看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啊，你只要能够学到这点，其实微信小程序开发对你来说并不会很难。如果你读官方文档发现读不懂，这就意味着你的前端基础可能稍微差了一点，那就是先按照我的前端学习路线，先老老实实学习一下前端就好了。肯定说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